目前现在我们是在4个国家咯，1.5 million 的客户群，业绩来讲差不多9位数过亿的企业啦。我的 background 是 aerospace engineer。 开始我跟自己讲，回来只要不是做 engineer， 做什么都可以，那个就是背后的动力啦，那个初心。1000万的业绩和过亿的业绩中间的差距是什么？最大的差距其实是，当我们做这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很心痛的，因为这些团队都是我们一起走来7年的时间。你要成为 founder， 你的心一定要很强，很难会有人去了解跟明白你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很多人都在讲嘛，企业家都是孤单的，你把东西收起来，当然就孤单。future 都是给年轻人的，我们都很愿意去分享我们经历的里程碑，因为某些分享可能就会 trigger 到一个答案给别人。本期节目是由 BossBolley 赞助。BossBolley 是一家云端公司秘书服务平台，帮助你在线注册公司，甚至连开设银行户口都可以全程线上完成，无需出门。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bossbolley.com。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Clarence， 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嗨，你好，我是 Clarence， EasyBusser 的创办人。从2010年开始当企业家，然后今年刚刚进入15年的周岁，不容易，然后从很多头发到没有头发。15年了。EasyBusser 到现在几年了？EasyBusser 去年刚刚庆祝我们的10周年纪念。10周年了。So indirectly saying， 其实 EasyBusser 是我第3个企业啦。第3个企业，等一下我们聊这个部分。好。那 EasyBusser 目前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呢？EasyBusser 如果以团队来讲，现在我们的团队大概是70到75 plus minus 的 headcount 啦。然后如果业绩来讲，业绩是差不多9位数过亿的企业啦。如果说 customer base 来说呢？目前现在我们是在4个国家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跟泰国。然后 total 的 customer pool micro SME 啊，主要都是中小型企业，差不多 1.5 million 的客户群。1.5个 million 客户群，过亿的业绩，哇，了不起！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动力，因为一直都在帮助中小型企业。这个怎样做到？等一下我们再去聊到了。Before that， 我们先聊一聊。Clarence， 其实我很好奇啊，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大学是读什么呢 ？OK， 我其实是 Material Science Engineer， 然后我的 background 是 Aerospace Engineer， 跟物流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粉红色一点关系也没有。对 ，OK。Material Science Aerospace， 我其实是大 college 毕业的。然后过后我就去英国的Wales continue 我的 degree， 然后在我的 master， 然后过后在那边就找到工，然后多2年 before 我回来马来西亚，其实就应该可以拿到 UK 的 PR 了的。那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回来？这个短话说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很 direct 的去影射你真的需要找你真的 passionate 的东西去做，跟你喜欢做的东西去做。That's why 我们每次 interview talent， 我们都会问一句，什么东西给你促使你去 wake up every day to make you excited？ 因为这个东西很 directly 的就是影射在我本人身上。怎样说呢？其实我们的 parents 都是比较希望我们 as 孩子有一个铁饭碗，然后东西都是稳稳的。然后在过去的话 including 他们觉得是 professional 的工作肯定就会稳一点点。那 of course 我是长子嘛，然后我就 try to check all the boxes 然后 try to fulfill everyone's need but 到最后其实今天要睡觉，明天要去上班，其实都是很痛苦。痛苦不代表是因为薪水不好、待遇不好、环境不好，而是 more 觉得自己做了其实也不会是觉得很 over excited 或者是开心不开心，那个线条其实没有找到那个点。然后 of course 你在讲英国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环境的，同事weekend 上班4点就可以去想看等一下去哪里喝so life 来讲是其实很不错的。如果你选择是退休的话更好。But of course 那个时候15到20年前吧，那个时候算还是年轻。但是 of course我的创业里程碑，我不是从很年轻就开始创业嘛，我30岁才开始创业。然后再回去讲那个时候年龄在那个阶段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东西，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要这样早就退休生活呢？所以问回自己的时候，其实答案肯定还不是咯。
然后 of course 如果在讲这在钱财方面是不是因为钱财而创业，可能也不是，因为在找真的快乐的点跟 excitement 的点，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大的推动力。as in 不如去创业下业看看怎么样子。所以我每次都介绍自己as in 我是那个偶然的企业家。OK， 像 Grant 刚才你提到 Easy Bus 不是你的第一个项目，这样第一个项目那个时候你30岁回来是做什么呢？所以开始我跟自己讲，回来只要不是做 engineer， 做什么都可以。其实那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承诺啦，然后也是 at least 跟家人有一个交代，因为家里人也是很 surprise 嘛，做么 engineer 不做了，跑回来马来西亚。然后那个时候2010年其实是全球都是有一个风潮as in 卖着group bond group 什么证券那一个朝代那个时代了。所以我其实就是 replicate 同样的东西，在马来西亚也开了一间在槟城，叫做 Easy Voucher， 也是就是卖证券的。所以当我在妈妈在问我你回来做什么啊，我在卖 online 证券哦，其实大家都傻眼了。OK， 所以那个其实是第一个啦，然后就为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在巅峰的时候，其实整个马来西亚差不多有80多家类似的公司都是在卖这证券的。哇，很盛行啊那个时候。是，然后我们是那家是从我自己的 saving 从英国留回来的辛苦钱来去，因为那时候也不了解什么叫资本嘛，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fundraising， 也是就是创一个业就看看可以做什么东西。然后我自己也不是 technology background 的，也不是 IT background 的嘛，所以就是看看可以做什么，可以玩什么，就很简单的方式就创业，也没有想太多，只要不是做 engineer 就可以了。OK， 像卖了那个证券呢，卖了 voucher 2年过后，这 after that 呢 OK，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Easy Bus 的整个 concept fit in 的，因为刚才我讲到有80多家的公司在卖证券嘛，然后一开始那个整个产业是在推销 service 的 product 的，比如讲 Medicure 啊 Pedicure 啊 F&B 啊，然后 even CN 的证券啊，然后到 certain level 因为 competition 太强了嘛，有些人开始 pivot 去卖产品，然后一开始卖的产品都是那种团购产品，你卖着那种那个Asinon TV 的那种产品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在想，其实后面谁在把这些货送来送去呢？其实就是物流公司啊。然后整个 process 其实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刚才我提到嘛，我在英国读书跟就业嘛，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 self-funded 的学生，我自己在那边做工，然后养我自己在那边，所以一开始很早期就已经有接触到online e-commerce。那个时候在英国的时候其实是 eBay 啦。So Easy Bus 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就是在英国的某某公司的 customer 来的，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 service， 那个是20多年前哦，我是他们的客户，我就是用了他们的 service， 其实他就帮了很多中小型企业，因为你没有量嘛，然后你要怎样拿到更好的优惠来做你的邮寄费用，那个是第一点哦。然后因为这样子的 competition， 我们就开始想80多家公司嘞，我们是谁呀？还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去帮忙自己 ，before 帮别人帮自己，对不对？你看着你的银行的户口 number 一直在掉，你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就要很 creative 的去想一些还有什么后路，因为不要回去做 engineer 嘛。这个是动力，对，那个就是背后的动力啦。其实一初期的时候啦，那个初心，然后过后它就延伸到as in全部公司都在卖产品的时候，都是物流公司在做配送嘛。但是它的连接是断了的，所以我们讲把这个东西串起来，所以我就想到，英国其实有这几家公司都是在做这类似 Easy Bus 的平台，但是东南亚其实是没有人做这一块的。然后 Easy Bus 就是第3个咯，但中间去了哪里呢？因为我们在 build 这 Easy Bus 其实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不是只是靠我们的平台，你 technology build 出来，business 就可以走，其实不是，因为它还有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的物流伙伴。因为没有了物流伙伴，其实平台就没有用了。所以整个沟通方式跟接洽方式跟物流公司的合作谈判，它 take 了我们差不多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去 pitch 的时候，其实物流公司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已经是最大了啊，难道还要需要你去帮我们 promote 我们的 brand 吗？有谁不懂我们肯定很出名啊。所以你的 role 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在 share，Easy Bus business 模式其实跟 Booking.com 啊 Agoda 啊都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把他们的中小型企业聚合起来，然后他们就可以负责 focus on 大客户。那么比如我们谈得更深入了，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可能
他们一看到Easy Bus，第一个印象就是粉红色咯，粉红色，而且在10年前哦，穿着粉红色这个 T 恤是很前卫、很大胆的一个动作来的嘛。就我很好奇啦，说 Clarence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粉红色呢？有什么原因的吗？粉红色在加摩大是更前卫，是更大胆是吗？OK，这个就是给你猜一猜啊，为什么应该讲是谁是买 online 最多的？女生，这个是其中一点哦。然后 of course 它还有第二点，我们 after run the business for 10年，其实背后很多我们的客户也是女生，就是很多女性的企业家在做这微商，在做这电商，其实很多很多。然后 even 再拎回去，其中一个 data 点就是我们在 MCO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 create 一个 program 在 support 了10,000个女性创业的一个 program， 所以背后其实很多很多女性都是在做这电商微商，even 很多都是他们的 part time 变成 full time， 然后很多是妈妈在家，因为其实电商我今天是算是很方便的一个产业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你就选择了粉红色。是，就是你们作为平台啊，你又要去 build 商家，你又要 build end user，就有点 chicken and egg 啊，到底哪一个先？所以我很好奇，也很难想象，其实是怎样 build 起来的这个东西。其实你感觉到你看着我的时候，好像那个 sandwich 一样啊，其实我们就是 sandwich 来的因为我们要 take care of 我们的伙伴啦，我们伙伴就是我们的物流公司嘛。然后 of course 我们要照顾那些中小型企业，怎样把最好的产品展现出来在他们前面，怎样帮到中小型企业，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有 Easy Bus 了？然后其实中间的那个 gap 就是物流公司他们的强项其实就是在 on the ground， 就是送货，然后 service 大客户，就是那种很大量很多量的客户，然后那种中小型企业很多时候它就没有了这个 luxury。你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创业的企业家，你的量就是那少少的一点点，你要怎样寄货？基本上物流公司其实它也没有这样的 resources 来去 serve 你，你还是要去 post office 去排队的。然后你给的价格其实就是 off the shelf 的 rate 那个 rate 价钱。所以我们就是看到的是这个点，然后 as in 看到诶，其实马来西亚很多很多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在 MCO 之前跟 MCO 的那一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尝试去做电商。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 customer 就讲，我们遇到的痛点就是我不知道用哪一个物流公司，我也不知道物流公司价格是怎么样子，我必须要去 walk in 才知道。然后这个只是 domestic 哦，如果你是要去 international delivery 的话，那个价钱是 fluctuate 的，你不可能谈一个客户你就要去拿价钱。所以这一个整个过程，我们是怎样子把它去 digitalize 它。也没有说是 chicken and egg 的东西啦，因为我们了解了双方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看我们自己的强项其实是可以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缺口其实就是 technology， 怎样利用科技把两边串起来，因为讯息差其实这个就是那个优点，我们怎样把那讯息串通。所以你是先 build 商家，就是 build partner 先，without user 先 build partner， 先 build partner 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自己站在 user 的角度来讲，这个产品是可以用啊，我直接就可以 as user 角度，我就知道我要怎样去用这个产品，我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就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客户那边，反而花很多时间去 recruit partner 说服 partner，然后一开始进来的，其实我们的 partner 里面呢，不是市场最大的那一家，都是第3名、第4名、第5名的物流公司进来，所以那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到 even 今天我们都是很感恩，因为是他们开始相信整个 concept，然后整个东西才可以动起来，然后第1名的、第2名的才开始，我们也想 be part of it，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benefit 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learning for 我们，不一定每一个 proposal 一定要去找第1名的先，也是 take time 啊 ，take time 去慢慢去 build 起来那个 trust 那些 reputation，因为很多时候概念跟实际是会有差异的。好像我们觉得，只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啊，为什么partner不 buy？ 因为企业家很多都会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都可以做的。但是在外面的人看观点可能就是不一样啊。市场看法。这个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市场觉得，你是 aerospace engineer 哦，你跟我讲物流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关了。是。Clarence 刚才你讲到
你们的现在的 revenue 已经过亿了嘛？但其实你经历了3个阶段，就是我们说从0到100万，从100万到1000万，然后从1000万到亿，这个 level 3个阶段你都过。这样其实在你看来，你个人觉得最难的阶段是哪一个呢？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难的地方的，它不会说，哎，你过了前面2、3个阶段，后面就会很容易走，因为挑战是自己 set 的嘛，因为太容易你又不喜欢做，对不对？说是没有我们福建话讲吹不会甜啊，是不是这样做了才有意思嘛？所以当你 set 更高的门槛，那个挑战又来了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part 怎样去理清，不只是在自己这边，怎样跟团队去理清，那个也是很重要。然后不然他会讲，哎，老板 short 了啊，整天 set 那打个 set 这样高。然后刚才提到你讲说最难的地方嘛，那个难点，第一个是跟团队怎样去 make sure 他们是一直在冲咯，冲了为了什么？那个 end goal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不只是 as 自己的 as founder，团队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不然冲来做什么呢？所以第二点呢，难度的地方，我觉得你每一个阶段，除了你自己的公司的成长，其实你客户也在成长啊。所以当你客户在成长的时候，如果你的产品没有跟着你的客户成长，你的团队没有跟着你的客户成长，其实那个 gap 就会越来越大了。那个是第二点哦。然后当你为了要跟你的客户一起成长，其实很多东西是需要去了解去做的。你要怎样去了解你客户到底需要什么？一开始初创公司第1年、第2年需要的产品是什么 ？versus 他已经创业了3年，他需要产品又不一样哦。虽然都是在讲这物流，是吧？那个只是在讲物流的领域罢了。所以跟着客户成长，了解 customer 需要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最难的，而且那个难度只会越来越难，因为大家需要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那到最后，你要怎样去筛选，到底才是什么是最需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客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定论哪一个是我们需要延伸的产品，哪一个产品是这个是我们可以砍掉的。然后砍掉的时候，你要怎样跟团队交代？哎，我们很辛苦 build 出来的东西，现在要砍掉了。所以这几个就已经够难。那我相信刚才 Grace 你提到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决策了，就我们分开来去讨论了3个阶段，从0到100万，你认为最关键的决策是什么？rather than 把它分成在 revenue 的那一个阶段呢 ，potential 我可以分享多一点的是，因为我刚才讲有3个企业嘛，对吧？第一个是从证券的开始到以及把手到 even 建中，我们也有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团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那个阶段性的差别呢，决策那边其实有几个点是蛮严重困难的。比如讲，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去跟团队讲，哎，这个产品是 OK 的，我们塞浪去 build 它。就比如讲，我们卖证券那一边开始，所以整个团队都是很好这样来塞浪我们去做。然后2年后，整个市场80多家公司。OK， 所以对啊，市场没有错啊，市场是可以撑这个产品，产品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的 sustainability 就有问题了。所以你要怎样跟团队交代？哎，这个产品我们要夭折了它，我们要继续 move on 了，是吧？这个就是其中一点咯。然后 even 去年的年头，应该讲前年的年尾吧，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们把 Pigeon Delivery 融休了。那边影响的也是蛮大的一个团队的，因为那个团队全部都是 on the ground 的，我们有 delivery driver 啦，我们有 sorting center 啦，我们有500辆的罗里啦，所以这一些团队也是因为相信我们的理念，我们才走在一起去 build 整个产品出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哎，这个产品在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了。是，那个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啊。然后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你在表面上，哎，很简单啊，就做一个决定罢了，对不对？但是决定后面，其实我们自己纠结了整1年的时间。Of course， 你在 number 上，你在文字上很简单，答案很清楚，但是在情理上，这个就不这样简单了。OK， 这个部分我们后面再去聊更多。好，我们看很多公司可以做100万的业绩，可是很少公司能做到1000万的业绩。像 Grandson， 你已经做到过亿了，我就想问你了，其实1000万的业绩和过亿业绩的公司中间的差距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其实是人啦。
你在讲这人可以代表是 customer 客户群嘛，然后你也是可以说更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内部的团队。所以业绩当然 unlimited 可以升级高都可以 number 都在那边，但是拿得到拿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要怎么去拿那个就要靠技术了，那个人的能力有没有，不然掉那个钱在前面也找不到啊，我们每次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在怎样去培养团队的，然后我们 even 也经常会把团队送去国外去even 我们有去了美国，我们有去了中国去探访去参访其他的成功的大企业家，然后我们有参加几个 accelerator program， 然后 even 最近我们也是有帮我们的主要 HOD 参与了 sign up 了几个EMBA 的课程，所以它是整年的课程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当然有了这一些小小的细节，动力还是要靠团队自己，他要明白为什么这个初衷在哪里，不然的话周末送我去 training 的其实我要安安稳稳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那个 expectation 跟那个 linkage 也是要媒合好，不然的话你一直给人家不要也是一个问题，或者人家要你不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 level of understanding 跟 expectation 要 set 对，不然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填掉了你也不会去找啊，或是找不到。所以把团队提高他们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促使我们会有今天的成绩。那 of course 这些 training 跟这些implementation 它不是 for 今天的成绩，它 for 接下来的5年10年，因为这些成就是会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而不是公司嘛。所以这个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投资啦，在团队的成长，所以团队成长了，业绩才能成长。那么 Clarence 我们聊回一级巴士的部分，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很多听众也会很关心，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MCO 的时候崛起了很多 marketplace 的 seller， 比如 Shopee 啊 Lazada after COVID 过后了，就这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竞争，就那个 margin 也越来越薄啊。所以可能来到一个瓶颈啊，很多人会想着说 maybe 要转型吧，不懂怎样。在这一方面的话 Clarence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我觉得 for marketplace 的崛起，这个也是必然的，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很想卖东西，但是如果你靠你自己的个人品牌来去卖东西，它需要很长的时间。So 你可以在自己的 brand.com 卖，你可以在自己的 social channel 卖。Of course 如果你有 marketplace 的那个加持在后面，那个是多一条渠道去帮你卖东西，更快的呈现你应该要走的路嘛。So 我觉得 marketplace 来讲，它只是一个渠道，到最后你还是要 focus 回你自己的 ID，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normal 的 trader， 你跟你的供货商有什么差别？是啊，到最后它就变成又是丢价钱，大家 pack 来 pack 去，所以你也是拿不到你要的东西。客户很多时候到现在，你看产品都是大家会买那个产品，因为是那个 brand awareness 嘛。所以做 branding 做自己的 IP 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就会把你自己提升你的差异化。So end of the day 你可以看到很多找我们5年10年的国家，比如讲台湾，你看他们 marketplace 他们也是有，但是他那个不是他唯一的渠道去卖产品。其实我们看到海外的很多商家都开始在 build 自主品牌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以客户的角度来看，我们在 marketplace 买东西，其实谁supply那个货，到最后你等一下就问我其实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你的 value 其实是很低了。所以当你有自主品牌的时候， customer 就会有另外一种观点了，我跟某某某买这个产品，他肯定是验证过的，因为他不会是下个星期我再进来他商店是找不到人的。我们聊一聊关于你个人的东西啦。就好像你刚才提到嘛，你创业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5年了嘛，在这个创业的路上，你有领悟到什么是你觉得学校学不到的吗？我觉得到最后 end of the day 企业家你要问回你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走这一步路。然后第二点好像我们讲到的嘛，一个企业你需要的就是人嘛，人除了 customer 就是你自己的团队。So 自己的团队我们不是只是 set KPI 东西就自然会走，人还是有感情的，人还是有 emotion 的，所以那一个部分怎样去 make sure 大家都是有 mutual benefit 的，所以我觉得那一个部分还是要讲人话的方式来去沟通啊。
因为那个才是最大的点。一个人会不会被启发到，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靠沟通来去成长，而不只是看业绩去成长。业绩当然是一个部分，然后沟通上面怎么样子去启发每个团队来给他知道，诶，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诶，其实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点，怎么样子去 make 你的 team excited including 我们自己，这个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在不管你是什么职位，在一个公司里面 even 在家里，其实 people skill 也是很重要的。也不只是创业哦。是，那么 Grant 目前为止你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蛮多的，因为好像刚才我们讲 transition between 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公司，然后要跟团队宣布，哎，这个是我们的产品要 end of life 了。所以那个不是只是在行业跟业绩上面的问题，model 自己 as a 企业家那个心灵上的那个问题，其实那个是最难、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你还要很强的去跟人家宣布这个事情，然后过后你还要去顾虑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子，不只是别人的感受，因为你是那个相信这个 project 的人，你是那个在前面推着人家走的那个火车头，然后你又不可以 break down 哦。这个部分刚才可能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在 BGN 那边，是其中一个是一个荣休的一个项目。所以讨论 BGN 呢，其实那个时候团队去到多少人呢？我们团队有1000多人，然后而且团队的headcount size 跟 pattern 跟模式其实有一点不一样，跟 EasyBus，因为 EasyBus 团队其实都是蛮年轻的团队，因为是科技公司嘛。然后你在讲这 BGN literally 都是一个物流公司，所以物流公司最多的其实就是 driver， 然后还有我们的 sorting center 的员工，然后其实这些就已经占据很大部分的。然后而且其实这一班员工他们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怎样简单法呢？你只要跟他讲，哎，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他们很少会去问你为什么，反而他们就很默默的在后面帮忙你，哎，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最好了。所以当我们做这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很心痛的，因为这些团队都是我们一起走来7年的时间。然后 of course 当然整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沟通，怎样去把东西变得更好，到最后我们在衡量，哎，粉红色跟青色的团队哪一个同样的 effort 可以走更远，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自己的强项其实在哪里，走到最后这个还是决策性上面的决定。But as a founder， that's why 我每次跟很多 founder 分享说，哎，你要成为 founder， 你的心一定要很强，因为不然的话很难会有人去了解跟明白你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分分钟你越解释反而是越混淆市场的。就 Grant 你提到决策就是一句话，可是那个讲出那句话的心境的那个经历啊，才是最艰难的。是，像那个时候你是怎样去撑过这个时段呢？其实也没有说撑过跟撑不过，因为 even 到今天聊起来心里还是酸酸的，因为这个整个事情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感觉好像还是昨天这样。因为整个里程碑都是一步一脚印大家一起走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直是你带着走的一个故事了。我们 BGN 的这个 branding 在我们的 office 到了今天还是在我们的大门口那边，这个就是我们要纪念整个里程碑， BGN 是 part of 我们的 journey。那么 Clarence 一路走来有没有某个建议对你产生很大影响，让你一直记到现在呢？建议方面呢，其实一直以来我自己本身都是有跟很多企业家都聚在一起了，然后很多时候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嘛，所以很多时候自己要跟自己讲，有不明白的东西要勇敢的去问啦，就好像每次很多人都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很重要的心，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你肯定是比我们更前面，我们经历的东西可能他很早前已经经历过了。在学习这一块in自己这一个领域那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你要怎样的把自己的地位放下来，有不明白的怎样去找答案，然后找答案不一定在谷歌找，其实还有很多企业家都是在旁边，然后很多人都在讲嘛，企业家都是孤单的。其实我觉得这个 statement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的，你把东西收起来，当然就孤单了。是哦。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 interesting，因为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可以找谁讲，因为可能身边的朋友不是创业的嘛，所以那时候才有那种心灵上感到孤单。But Grant，你刚才提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会知道，第一个是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啊，第二个部分是有人在外面是 open 的，所以你可以去找他们，but 你要愿意去发问，是。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是企业家的角度，我们都很愿意去分享我们经历的里程碑，因为某些分享可能就会 trigger 到一个答案给别人。那么 Clarence Easy Bus 到现在有11年了啦，所以刚才 Clarence 你也提到是在认知上，我相信你现在的认知 compared to 11年前肯定是有所差别。那么假如你能够回到10年前，去告诉当时的 Clarence 一个关于生意的认知，你会对当时的 Clarence 说什么呢？我会跟他讲，你很勇敢，什么都没有想就创业了。因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当时可能也是会有一点顾虑的，因为虽然我讲，我是偶然的企业家 ，of course 背后还是当然会有一点顾虑，到时失败了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跟谁交代，跟老婆交代，跟别人交代，所以还是会有一点顾虑。But of course 到最后那一步还是踏了出去，但那个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时间的浪费了的。所以如果可以回去10年跟自己讲那一句话，我会跟他讲，不要想那么多，真的是你做你所想的东西，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企业的，所以不要顾虑太多，真的是塞浪去做。这一句话也是可以给 upcoming 更多的企业家同样的道理，你要相信你觉得相信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靠你怎样去实现它。这个我发现很 interesting 哦 Clarence， 因为不只是你一个人这样讲，他们可能做到1000万到过亿这样子的时候，他们都会讲说，以前可以更勇敢一点，这可能就是可以减少很多内耗。模组是这样的，而且内耗这个part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以坏的方向想嘛 ，what if，那 what if 都是以 negative 的方向，不是 what if 可以 positive 的话。这个可能是我们亚洲人很保守吧，每次从小长大都是讲，等下过马路跌倒啊，而不是过马路是没问题啊，可以啊。OK， 确实在观念上，所以 negative 也要想 ，positive 也要想，但是 focus 要多一点在 positive 的 side。What if 可以成功呢？那么 Clarence 有什么书啊，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的吗？书就比较少，我比较少看书，我 spend 很多时间是more在看戏那一方面啦。然后如果你要指定 specific 一套戏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看 Avengers， 然后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蛮搞笑的。如果你有看 Avengers 的故事你会注意到一个情节，那个 Hulk 会跑去那边顶着外星人下来嘛。然后其他人在打别的妖怪嘛，对，所以大家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在极致的那个风口 ，instead of 全部都是 Hulk， 全部都是 Avenger，那个 Captain America， 全部都是 Iron Man， 所以其实一个公司的组织其实就是这样子来做，你怎样把最强的人放在最对的风口上面，那个钻石才会发光发亮啊。然后我们自己的 office 里面其实都是用 Avengers 的名字来去命名的。然后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我们相信，如果你真的要改变世界，你要成为自己是一个 hero， 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你才可以改变世界嘛。然后我们最近在 office 有买了一只真人版的那个比例的 Iron Man， 一只很大只的 Iron Man 摆在我们的office 里面。人形比例啊，人形比例的，对。然后其实它背后也是一些小故事，因为我们 upcoming 会 launch 一个 project 叫做 Project Iron Man， 然后因为这个 Iron Man 呢，在那边怎么说呢，很久了都长不出来这个 Iron Man， 然后我们就特地买了一个 Iron Man 摆在大家前面，每天看这个 project 就至少一个 reminder 给大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baby 还没有长出来的。OK。这样如果有其他项目都是 superhero 命名，这样 office 很快就有很多啊，应该就会很满了是吧？要换 office 了。OK， 讲到这个 Clarence 其实我感觉你给我的印象就是很 energetic， 很有 passion 但其实你的动力
来自于什么诶？So 10年前答案就是不要做 engineer 咯，然后做什么都可以嘛。So 只要不要回去 engineering 的 field 就 OK 了。然后同样这个问题在现在15年过后你问我，其实很多时候 mainly 就是在团队上面了，因为整个里程碑人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一批团队很多都是从第一个行业跟我跟到今天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从 internship 开始到拍拖，然后到结婚，到生孩子，到 even 买车买屋子，我们都是 part of 他们的 journey 来的。哦，然后到看到他们成长，从 intern 到今天的主管，所以最大的动力到最后还是团队。然后最早期 EasyBus 其实68%我们的团队呢都是从 internship 然后 convert 变成我们的 permanent 的68% internship convert。现在你团队年龄层大概是多少呢？18到25吧。哇，很年轻。你把我拿掉的话，应该是更年轻。也就是他们 intern 过来了过后，就再也离不开了啊。我们希望这个还是会延续啦。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很多会 recruit 很多的 intern 回来，然后主要的原因是 day one 我们就已经有这种 practice， 因为我们相信 future 都是给年轻人的。然后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张白纸给他看清楚，诶，企业可以用很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跟去 run， 接下来他们怎样去造福外面的企业家或成为一个企业家，至少有一个门槛把它拉高了吧。这样 Clarence 我就很好奇，其实你们的文化是怎样的呢？我每次都讲嘛，我们在 office 其实是没有老板的，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老板。所以怎么说呢？很多决定呢、决策呢，很多时候都是团队自己在做的。哦，很成熟哦。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老板嘛，他们必须成长，必须成熟，必须长大嘛。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个 empowerment 啦，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除了金钱上面，另外一个就是认可跟权限嘛。所以如果这3样东西可以同并的去成长的话，其实是很大的收获 for 每一个 individual 的团队的。That's why 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呢，好像我们不是前线人员，我自己不是 on the ground 的 team member， 跟 customer 聊天也不会是我是第一线人员。然后做那个决定人，如果是我做的话，你觉得那决定会到位吗？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每一个 proposal 上来，肯定团队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做 groundwork， 去了解，去 survey， 才来去做这个 proposal 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 reject 它，然后实行我们觉得是对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点。So that's also the reason why when 我们的方式都是以团队来去 suggest 他们其实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基本上我们这边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的，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心思去想。我相信 Clarence 你这样轻描淡写，其实在 build 起这样成熟的团队的过程一点也不简单。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那个 expectation 要 set 对咯。interview 的时候要讲清楚，诶，我们这边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的，rather than 很多时候我进来我等人家 fit， 你应该怎样子做 ，rather than 他自己是有空间去发挥，因为不然的话，如果这个 manage 不来的话，就真的会变成放羊吃草了。这样 Clarence 接下来 EasyBus 接下来几年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呢？如果你看回我们 serve 的顾客群都是中小型企业嘛，所以中小型企业不是只是局限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跟泰国，其实中小型企业全世界都有。然后你再看另外一边，如果是看像 EasyBus 平台的business model， 其实全世界也是有啊。所以这个就验证了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 replicate 的。所以除了看这几个国家，我们怎样把自己 replicate 去国外，然后再把大家串起来，这个就是下一个 EasyBus 了。那么 Clarence 我们来聊一聊一些给年轻人的建议啊。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创业，当然有一些成功了，但有很多也失败了。这样 Clarence 在你看来，其实年轻人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在讲这成功跟失败嘛，真正想那个82理论嘛，80% 宇宙是失败了的，
20% potentially 可以成功，但是20% 里面还有82。So 如果我们的定义 set 好来讲，定义 set 好对的话，我们做的东西失败的几率是很高的。这个如果 expectation 是 set 对，好像我们去做销售 customer say no 是肯定的，他 say yes 就这样就是 bonus。So 这个 definition 如果我们定好的话，那个失败跟成功，因为可以很多方式都可以失败的，有 unlimited 的 reason to 失败，但是成功那个 definition 如果 set 不对，你就会很模糊了。那么 Clarence， 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20到25岁，他刚起步，他听了你的故事，他觉得想说，哎，我也想要好像 Clarence 这样子做到这样的成绩。如果今天他来找你寻求一些建议，你会给他讲一些建议呢？这个给我想回去我自己啦，以前是怎样开始的。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经常都是在做分享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分享开始，因为好像我们自己的 background 很多人讲，哎，有很好的 idea 不可以跟人家讲，不然等下人家会抄你的 idea， 对不对？但是我自己的 journey 呢，我的 partner 其实就是因为分享而找到的。因为我们在讲嘛，刚才提到的 Avengers 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会在一起拯救世界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分享你要达到什么 end goal 的话，你的 Avengers 是不会出现的，对不对？有道理。所以第一点其实就是怎样去分享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在过程中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 even 很多时候大家就可以走在一起了，很贸贸然的就可以走，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使命，我们有同样想要 achieve 同样的东西，然后 partnership 就会这样子 form 来的。分分钟你的团队，我们初期的团队也是这样子走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intern， 我们跟他分享，这个是 something 的我们要 achieve 的，我们想要达到的东西，市场上暂时还没有人做到的，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分享。然后每一场分享会，我们都会找到不同人 ，even 很多人 although 他们没有会成为你的团队，但是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你可以参考。然后在过程中，你一直累积你的成绩，累积你的 experience， 所以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 milestone to achieve 的。所以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不停的跟人家分享你到底要做什么。个人这个很好，这个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如果一个刚开始起步一个年轻人，他其实可以，他不需要讲说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可以去可能出席一些分享会，可能去一些活动，可能多看多去询问，多去问，分享一些想法。很多时候人家给你一些 feedback， 你就哎呀 get 到了。从外面开始真的是一个很好一个起步点。even 同样的 practice， 我们经常赢的呢也是这样子做的。我们去见 customer 的时候，我们也是分享，这样的 service， 这样的 service，比如讲那个模式，这个 design layout，你觉得 OK 吗？你需要这样的 service 吗？你需要什么东西更 extra 的？你现在用的方式怎样子 ？even 不是在我们的领域上面的 service 也是可以这样子去问。比如讲，你觉得这个是一个 gap， 然后你要去 validate market， 你就去找人家分享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子做，你觉得 OK 吗？如果你有这个痛点，你会用这个产品吗？你觉得这个 solution 可以 fit 到你吗？实际很多时候就是普通这样子沟通，可能你就拿到你的答案了。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时候机会来自于认知差、信息差，好像你刚才提到，或者是时间差。那么其实好像 Clarence 你经常被邀请到国外去分享演讲这一些，其实你有在国外看到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走得很前？很不错，马来西亚还没有，所以 maybe 年轻人可以去关注，有这样子的一些可以分享一下。Definitely 有的，是很多的。刚才讲到认知差嘛，如果我的团队认知都一直在爆棚，这样我自己的认知还是停在那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所以当我每次出去做分享会，在很多不同国家的时候，有 upcoming session 我就会去印度了。所以如果讲是去年我就去了4趟的沙地阿拉伯，然后同时间也去了迪拜，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关键跟观点到底有没有机会去看更多东西，因为不一定是看了就要变成是一个 business， 很多时候看了过后，其实它可以 apply 在你的其中一个 process 里面，你的 business 里面的一个小 process， 它差异就很大了。就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好像我们去沙地阿拉伯，我们有去见了很多 GLC 的主管在那边，其实最惊讶最 surprise 我的地方是他们的主管每一个 CEO 呢都是很年轻的，这个第一点，然后很多都是企业家的 background 来的，
所以你想看，如果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CEO versus 一个创过业的 CEO，做出来的决定跟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只是 GLC 哦，然后在 upcoming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延伸下去，全部企业都是以这样的导向去走的话，是很恐怖的，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再回去看沙地阿拉伯，他目前以其他 engage 很多Big Four consultancy 来做 advice 国家企业怎样发展，其实他 invite 全世界的企业家过去。就比如讲，他有很多个不同的 vertical， 其中一个是物流。所以在物流的这个领域，他其实就邀请了我代表东南亚的，他有邀请了美洲的，他有美国的，他有其他国家欧洲的，都是在物流这个行业其实蛮前卫的 startup 公司。所以在这样子的穿插两个配合之下，他 instantly 拿到整个秘籍了 shortcut 的秘籍。所以这些很多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一定是10年前可以这样子做，10年后也是用回同样的方法来去做。所以方法是可以很多的 even 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像 Clarence 刚才提到，就是你从英国回来马来西亚发展呢，这样从你的角度，其实你怎样去看待马来西亚的前景呢？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在讲地形，我们基本上就是在中间，然后很多时候你要 test 一个产品，其实就是来马来西亚。第一，语言上，你一个国家你可以 test multiple country 的语言 language。第二，你的人口其实讲多不多，讲少不少，至少你要 launch 一个 product， 你可以在这边开始。然后能不能走，以前你塞浪去玩了，不能走。你在这个很小的控制的范围之下，至少还在能力范围，它不会忽然间 out of control。所以我在觉得，如果看回在马来西亚 versus 国外的话，机会其实还是很大的。然后刚才我有提到嘛，如果讲 e-commerce， 还有很多国家都是5年、10年 before 我们 ahead 我们的。所以这个时间差 instantly 你有一个 crystal ball 去看，马来西亚现在在5年后的，以后的5年会是长什么样 instantly 你已经有答案了。如果你细心去看那些前卫的国家 instantly 你就可以 copy and paste 啊。这样当然是最后了。我们看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正在处于一个迷茫的阶段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要怎样走。这样 Clarence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当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肯定你心理上已经有一个声音，心理上肯定也有一个答案，你只是需要一个认可嘛。没有豁出去，你肯定也拿不到这个认可。当你豁出去的时候，刚才我们有提到嘛，你都会一直在跟人家沟通。当你在沟通的整个过程中，其实那个认可就会慢慢在加，慢慢在加。然后同时间，你也不是一下子这样塞浪我就去做了，你肯定会有 planning。整个 planning 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你在确认你自己心灵上的那个声音到底准不准的，还是因为看到某某人，然后你也想成为他，然后忽然间明天就要去创业了。那个声音召回去你本来的初心，为什么你要创业？再问回你自己，其实答案都在那一边。然后到最后，你到底几 hungry to make sure 你的初心跟你的声音会被回响？你会做什么东西 to make sure 你想要走的这一步路，至少成功的几率会高一点。到最后一句话，其实你 got nothing to lose。So why not just try it out 啦？ You never know， 下一个专访的可能是你在这里。